作为美国军方最著名的学术刊物之一，联合部的季刊呢，所能够拿出来的对策应该是具有很高水平的。但是当我们一条一条的阅读了这篇文章的对策之后，发现美国军方在战略思想上似乎是已经退化到了一个不可理喻的程度。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呢，我们说的是美国的一些专家在想用阴谋诡计来打败解放军，绝无可能。美国军队一直在绞尽脑汁考虑如何打败解放军，但是越研究他们似乎越没有信心。美国著名的军事学术刊物《联合部队季刊》最近呢刊发了一篇文章，叫做《如何利用中国新型联合部队的弱点，尽力破坏解放军的改革发展》。一是在中国国内制造动乱，迫使解放军将精力集中在内部安全上，无暇发展。自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除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一段短暂的时光，美国一直都在想方设法的搞垮中国。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人权问题、香港问题等等，都是美国拿出来做文章的要点。虽然美国的颠覆活动在某一个时期确实在中国内部引发了一些乱象，但是很快就平息下去了，而且绝大多数的事态根本不需要解放军出手，公安部门加上我们的朝阳群众就可以把这些反华势力和反华活动完全剿灭。到了2021年的今天，美国军方还在打这样的主意，思想太落后了。第二，不断的在中国周边制造冲突，让解放军疲于应付。其实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中国出于保家卫国以及支持第三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目的，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局部战争，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抗美援老、柬埔寨战争等等。这些地区冲突不但没有让解放军疲于应对，反而让解放军是越战越强，越战越勇，在战争中学习到了很多新知识。如果美国还打算用这个办法来对付中国的话，那就尽管放马过来好了。第三条，挑拨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关系，制造二者之间的隔阂与矛盾。这一条我们暂且放过，因为它最重要，我放到最后说。第四条，在美中都参加的军事演训中，即使是层次很低的演训，也不要让解放军偷师学艺。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双边军事交流基本上算停滞了。在第三方组织的一些低层次的军事行动中，确实存在中美都参加的情况。不过这些所谓的多边军事演习一般很少涉及实质性的什么火力战的、电子战的、情报战的等等，基本上是局限在联合搜救、人道主义救援这些范围。这样的交流基本上是人畜无害的，那倒是有利于国际人道主义行动。现在美国军方研究人员竟然提出这样的行动都要严防解放军偷师学艺，这确实让解放军损失惨重第五条，对在中国投资的西方科技公司通过立法等形式进行严格的限制和监督，避免美国或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流入中国。在对华技术输出这个问题上美国从上个世纪90年的后期就开始设置重重关卡，严防具有军事用途的甚至是军民两用的技术和产品进入中国。如果我们访问一下美国的亚马逊网站，就可以发现相当多的光学设备，哪怕是普通的望远镜，底下都会标注着不能够运往中国。至于打猎用的夜视器材，那就更是不用考虑了。实际上这些产品中国自己不但能够生产，还大量的向国际市场出口。美国对华技术禁运已经严密到了这样的程度，美国军方还是惶恐不安，要不下一步把好莱坞的战争影片向中国出口给限制一下，这样可以防止解放军学到美军的很多先进战法我们最后来谈谈第三条，也就是离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之间的关系。美国军方的研究人员提出这样的想法，很显然是对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茫然无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中国共产党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解放军只听从中国共产党的指挥，这是天然的。
自从人民军队在1927年建军以来，即使在长征或抗战相持接战这样艰难困苦的局面之下，人民军队对于党的绝对忠诚是没有发生过丝毫的动摇。当然了，这种精神境界是美国军方完全难以理解的。作为美国军方最著名的学术刊物之一，联合部队季刊呢，所能够拿出来的对策应该是具有很高水平的。但是当我们一条一条的阅读了这篇文章的对策之后，发现美国军方在战略思想上似乎是已经退化到了一个不可理喻的程度。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